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注。第529章推塔致富。Thunder 战队开局便陷入被动局面，此时的情况很不利。打野刘备责任重大，他必须要站出来 carry 全场。与队友汇合之后 ，Thunder 战队3个人同时朝着 Lucky 的老夫子包围过去。Lucky 老奸巨猾，当然早就看出了线上的风吹草动。呦呦呦，才3级就赶着来 gank， 你们性子也太着急了吧 ！Lucky 一边吐槽，一边控制老夫子转身逃跑。Thunder 的刘邦连忙一个2技能冲上来控制住老夫子，随后破盾打出高额伤害。这小刘邦打人还挺疼。Lucky 皱眉道，干脆转身一条小皮鞭抽了过去。很快刘备也跟上，2技能给出用力顶住老夫子。人家上阵亲兄弟，你们这倒好。刘邦刘备祖宗18代都 TM 来了。Lucky 皱眉道，同时老夫子反手就是一个大招。既然来了，就别给我走了。大招直接命中刘备。机动性最高的刘备反而被直接限制住了位移。与此同时，河道上剑光闪烁，嬴政的55支飞剑从天而降，朝着刘备横扫而至。Prime 战队的支援及时赶到，河道上出现了嬴政、姜子牙和李元芳的身影。Thunder 战队直接就慌了，这下 gank 不成反被干啊！好在 Thunder 的刘备非常有团队意识，危急关头朝着队友喊道：“卖我！卖我！你们快跑！”不过队友也不需要他的提醒，他刚张嘴，队友已经没影了，剩下嬴政的飞剑和老夫子的皮鞭挥舞下来，直接送刘备去见老祖宗了。驱逐 Thunder 战队成功， Prime 战队的目标还是防御塔。姜子牙上线，直接一个大招瞄准防御塔，逼得防御塔下准备清兵线的东皇太一和刘邦连忙走位避开。A 抗的李元芳则一点道理都不讲，3技能给出直接丢在防御塔下。Thunder 的兵线根本走不出李元芳的大招，刘邦和东皇太一也只能远远避开。随后李元芳一个1技能丢中防御塔，凭 A 打出 50% 的攻速，嬴政、老夫子冲上去点塔，一座防御塔眨巴眼的功夫就全都给拆掉了。第2座了，李元芳拆塔的速度真的是快到爆炸。解说芊芊由衷的叹道，这就是李元芳体系的恐怖之处。我到了4级什么都不干，闷头就是拆塔，拆了1座塔就多了1波经济，拆了2座塔就多了2波经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拆塔致富。同事子豪听了这话乐不可支，点头道，没错，李元芳体系打的就是一个拆塔致富。Thunder 战队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清理兵线，将兵线控制在防御塔的射程之外的话，那么就只能承担这个结果。一旦 Prime 战队的兵线推上来，那么防御塔肯定守不住。此时 Prime 战队连下中路、上路2座防御塔，逼得中路和上路的兵线都已经越过河道。Thunder 战队现在连清理兵线都来不及，更不可能去针对限制李元芳的发挥了。而李元芳趁此机会，带着姜子牙来到上路和中路的中间，拿掉第1条暴君。虽然在3分半拿下第1条暴君节奏不快，但胜在拿得踏实。Thunder 战队根本连限制李元芳的可能都没有，任凭李元芳拿下了这条暴君。有了暴君、防御塔、姜子牙3项加成， Prime 战队的平均等级已经压了 Thunder 战队几乎2级。下路苏烈正在与 Thunder 战队的哪吒对线，苏哲非常狡猾，趁着 Prime 拿下暴君的时候，绕野区走到了哪吒的背后。他知道大鱼听说暴君被拿下的消息，肯定会有一个小小的错愕，而就是这个错愕，极有可能断送大鱼的性命。果不其然，在得知李元芳迅速拿掉暴君之后， Thunder 的大鱼下意识去看了一眼小地图中队友的走位，这就被李元芳拿聋了。上路的在干什么？结果大鱼这句抱怨刚刚说了一半，长歌的苏烈直接从河道上冲了过来，2技能推动哪吒撞到墙上眩晕，1技能普通马上跟上3下平 A。 大鱼彻底凌乱了，同时哪吒的血量下降极快。
对线的消耗原本就已经让哪吒状态不佳，他只是在勉强支撑。而现在苏烈2技能的一撞，一技能的3下普攻打下来，再结实的战士也扛不住。不好！大鱼绝望之下连忙开启2技能两段眩晕，同时刷出被动增加移速。但苏烈就等着哪吒交出控制技能给出之后，他才可以放心给大。眼看着大鱼的哪吒2段控制全部给出，苏烈开大追逐哪吒，直接大招拍下去，大鱼的哪吒被送到天上，强化出普攻补足3下 ，Thunder 的大鱼直接被击杀。靠！大鱼直接怒了，不是说这局限制长歌，你们都干什么呢？来人啊！来人给我限制啊！而看到下路的大鱼被长歌的苏烈单杀 ，Thunder 的队长也怒了。靠！不是说了大鱼你这局别和长歌对线了，你自己怎么又跑长歌那路去了？上一局羞辱你羞辱的还不够是吗？而旁边的几个队友更是反驳大鱼的吐槽，没看见李元芳把塔都推完了吗？我们还怎么针对长歌？这李元芳体系太不要脸了，根本没办法克制。就是的，大鱼你自己不会猥琐发育，居然又被长歌单杀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而中路的武则天则稍显冷静，别着急，先拖一拖。姜子牙和李元芳后期都比较无力，先顶住再说。随着下路大鱼的哪吒被苏烈单杀，姜子牙立即游走过来支援，帮助苏烈拿下了下路的防御塔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比赛刚刚过去5分钟，但 Thunder 战队的3路外塔都已经被拔除了。我们看到 Thunder 战队现在的情况已经很被动了，上中下3路的外塔都没有了。子豪摇头道，因为3座外塔和1条暴君 ，Prime 战队的经济也已经完全超过了 Thunder 战队。现在 Thunder 战队的局面很被动了，关键看他们想怎么打吧。旁边的芊芊道，现在 Thunder 唯一的办法就是拖住，然后仔细寻找时机，但 A 抗的李元芳打得非常凶，肯定不会给 Thunder 喘息的余地。3路外塔都被破掉， Prime 战队完全可以大规模入侵野区了，一旦 Thunder 战队被滚雪球，那么这场比赛就没法打了。话音未落， Prime 的李元芳果然在刷掉了双 buff 之后，带着姜子牙和苏烈入侵 Thunder 的野区。此时上中路3路的兵线 Prime 战队都已经逼过河道，因此 Prime 战队有着非常良好的视野。Thunder 战队很快意识到了敌人的入侵，但他们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反扑一波。如果反扑的话，就相当于是顶着前期非常大的经济逆差团战，但如果不反扑， Prime 战队持续滚雪球下去的话，则极有可能将经济差拉得更大。在 Thunder 战队犹豫的时候， Prime 战队已经成功清理了下路的野区，同时往上路进军，而 Thunder 战队的打野刘备则完全被限制在野区之外，根本不敢上前去窥探情况。看到这一幕， Thunder 的刘备有点承受不住了，弟兄们，是死是活也得拼一波了，咱们都快被 Prime 战队给压死了，再拖下去，这场比赛直接投降算了。听了这话，中路的武则天把心一横，沉声说道，那做好准备，我现在给大。为什么留着你的微信？好顶啊！他们一人扛一下。谁受得了你们啊？好痛啊！
我只要不用技能，我就能回血，慢慢能回多少是多少，慢慢回。哎，空了，可以，背的可以，很帅。刚好我大刀推过去叠一层，而且能弹两下。牛逼，哥哥酱。断大了，断了吗？断没断？不知道。这个预判还行吧。不要让我赢一把输一把呀，求求了。